精确适合完体根，树桩种在深一点的盆中，像这样根长的一定粗度往上提，不要剪断老根，根断了就很难增粗。除了提根，对精确的枝干逐年续剪，成型之后也有不俗的表现。有不？是不是位置不？把根往上提了一半，先把根固定好，根的下端用小木棍把它撑住，再把杆像这样拉紧。有的不？这个位置，我不晓得啦，我不是证明啦。不要啊。出杆的角度要向下稍微倾斜，给杆的末端上扬留出空间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保持根干过渡的协调，整体流畅自然。根定好位，再对枝干进行定型。还下给你嘛？你上面那个是再往下走不就好了吗？对呀、再走到小个都不。你如果是再下来的话，不就是变成一个平行枝了？树干往回旋，从造型的角度上看，是为了获得总体上的平衡。失去了平衡，就有立足不稳之嫌，树势也会随之减弱。在盆景的造型中，这是最忌讳的。本来你的盆景做的有模有样，把它立在盆中看起来别扭，问题就出在总体的平衡上。做这种造型是从下往上进行，参考点在根上。过来带手套，手套这都是了，响根了，戴手套都种的啦。走盆景戴手套就不是响根了。长刺的去走盆景比较多，球眉长刺、火棘金雀长刺、金兰子长刺，为什么长刺的去比较多？晓得走盆景的金兰不是不啊？是吧？我只种了最难受的。是这个位置不？你是这个意思不？嗯。要巧还是不要巧的？这个是。往你的左手边走不？再一翘的跟下面这个顶子跟这个顶子就呼应了不？这两个顶上下要形成呼应，杆的回旋角度要小。我的开始的。看你掉过多不？我的开始的。是的不？那你个过多你这个给掉不？在盆景造型中，调整应该是最难的。还掉下来，对，把下面那个骨头压起来，那压成一个肋骨就好看。调整是修改造型中的细节，反反复复考验作者的耐心，更体现对总体造型尺度的把握。这一盆调整目标是重心，也就是平衡的问题。是这个感觉不咯？啊，是这个感觉不？把它皱下去不？你这个离了的话，你就看不。你是刚才往过的来噻？对呀、已经开裂了。开裂了无所谓了，进去是认真闭就可以了，胶布一绑。啊，报销不得。都是笨眼咯。全部笨眼。那别个拿去回去也好整了，根长得好，别个就比较好整。这种造型，树干的形成讲究顿挫，就像绘画和书法中的回旋转折，有变化才能产生韵律感。把两个顶再调一下子嘛，剪一下子。这玩盆景不能玩散品，玩盆景玩感觉，是不？真正要买你的盆景，别个也是买感觉，他没得感觉他不得买你的，是不？别个的感觉跟你一样的，他就肯定会想买你的去，讲确实的。转过来，你转过来接了。它就连着硬的，对吧？连着上着硬的。进出一扎硬点有的，或者上下就呼应了不？直接的方向肯定是要一样的。对了，就是对了。对。还收得不？还收的。
对呀，往上叠一阶往上带一阶，叠一阶往上带一阶不？你这个对不？有不？啊，这个感觉比现在好多的不？看来跟只愿的跟着它过头。金雀红为南北两雀，北雀比较粗犷，花金黄带红，适应枝干的造型。南雀比较细腻，尤其是它的根光滑圆润，适合玩梯根。金雀十分耐旱，种金雀下山庄，修剪的金雀根不能泡水。金雀根的外表如铁，里面呈海绵状，泡水就会烂根。据说金雀的根是药材，有壮阳的功效，不知真假。把这个顶往上扬，又没出枝就成景了。我是山泉龙茶，感谢你的收看。